嗨，港仔来了！为什么法拉利至今仍然是全球跑车的顶流标杆？这不仅仅关乎一台车的马力和速度，更关乎一种信仰，一种把极致性能刻进骨子里的执念。而要真正理解这种执念，必须从那个男人说起——恩佐·法拉利。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制造商，在恩佐的世界里，汽油是血液，方向盘是命脉。他既是赛车手，又是机械天才，执着得几近偏执。他说过：“我最喜欢的赛车是还没被制造出来的那辆，我最骄傲的胜利是还没赢下的比赛。”这句话不只是豪言壮语，而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永远不满足，永远挑战极限。上世纪60年代，法拉利在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几乎横扫一切。这场比赛被认为是赛车界最硬核的挑战，24小时不间断驾驶，3人轮换，车的耐力、人类的意志、团队的协作，全都要在极限中生存下来。而那几年，法拉利几乎把奖杯当自家收藏，连续5年称霸勒芒，简直是赛道上的皇帝。可表面的风光掩盖不了公司内部的资金危机，坚持手工制造，不搞量产，追求极致的代价，就是法拉利的财务赤字越来越严重。到了1964年，公司已经濒临破产，恩佐不得不面对现实，可能要卖掉法拉利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美国的福特公司看到了机会。当时的福特想在欧洲市场上打开局面，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收购一个有性能和情怀的顶级品牌。于是福特派出谈判团队，提出以1600万美元买下法拉利90%的股份，还想将其改名为福特法拉利。谈判桌上，恩佐只问了一个问题：如果法拉利想参赛，福特不同意，听谁的？对方毫不犹豫地答：当然是福特说了算。这一句话把恩佐彻底激怒。赛车对他来说不是生意，是灵魂。如果连比赛的决定权都没有，那这个法拉利他宁愿不要。恩佐当场翻脸，直接掀桌走人。没过几天，意大利媒体爆料，菲亚特以1800万美元成功收购法拉利，但条件是赛车部门依然由恩佐掌控。福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原来恩佐根本不打算卖，只是借福特的报价来调出更好的买家。福特二世也不是好惹的，他气得发誓要在赛道上碾压法拉利。于是他找到了一个人，卡罗尔·谢尔比。这个谢尔比既是赛车冠军，又是改车狂人。他曾在1959年拿下勒芒冠军，是第一个站上那个神坛的美国人。赛道上他能飙，设计图他也能画。他说，当发动机冲上7000转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模糊，只有你和车在极速中合二为一。不过命运开了个大玩笑，谢尔比赛后被诊断出严重心脏病，被迫退役。但他没有离开赛车世界，转型成赛车设计师，一边造车一边跑比赛，拼死拼活地供养车队。但这一切都只是活得勉强，他也濒临破产。这时候福特来找他问，要赢下勒芒要怎么做？谢尔比倒也不客气，直接说了实话：你们有钱没问题，但这场比赛光有车不够，人也得强，甚至运气也得站你这边。勒芒不是玩票，是赌命。福特听完这话，态度也很直接，预算不限。谢尔比听得眼睛都亮了。好嘞，我这就上工。就这样，谢尔比和福特联手，开始打造一辆足以干掉法拉利的终极战车 GT40。但是车造出来了，还差一个能把它推到极限的人。谢尔比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一个人，肯·迈尔斯。迈尔斯是那种天生为赛道而生的人，他车技无敌，但脾气暴躁，一言不合就开喷，导致从没得到过大厂赞助。即使赢了一堆小比赛，也只是草根一米。可谢尔比清楚，这人要是不上场 ，GT40 就是废铁。谢尔比去找迈尔斯说：“兄弟，来福特吧，咱们玩大的。”可迈尔斯一听是福特，直接摇头。他不相信这种靠量产发财的大公司会给人自由，他更不相信自己能在那些拍马屁的高层中活下来。但谢尔比没有放弃，他知道要拉这位老兄弟下水得用别的方式。于是福特搞了个新车发布会，谢尔比请迈尔斯带着儿子来看个热闹。谁知还没试完车，一个福特高管穿着笔挺西装就冲他们翻白眼：“别乱捧！”这人叫里奥比比，是福特副总裁，典型的油头滑脑商人。他一看迈尔斯这副穷酸模样，压根儿不想多搭话。结果迈尔斯不但没认怂，还现场痛批新车这设计烂到爆炸，宁可卖雪佛兰。就在现场一片尴尬时，谢尔比开着私人飞机俯冲着降落现场，盛气出场。原来二战时他是飞行员，这操作简直是秀翻全场。发布会上，他照着福特的稿子讲了一通官话，又加了一点自己的心里话。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人是幸运的，而我就是那种人。我知道还有另一个人也一样。听到这，迈尔斯摘下眼镜笑了，他俩心意相通。但接下来的话让他脸色一黑。谢尔比说的那个人不是他，而是福特二世。迈尔斯怒了，拉着儿子就走。但谢尔比知道钩子已经咬上了鱼。果不其然，过了不久 ，GT40的原型车造出来了。
谢尔比找迈尔斯来试车，一看到那车，迈尔斯眼睛都直了，直接跳进车里狂飙。之后他提了一堆问题，抓地力不行，方向盘不灵敏，车身太轻，转速一高就飘得像飞机。这些建议精准又毒辣。谢尔比心里清楚，迈尔斯不加入，这车造得再好也没戏。虽然嘴上不说答应，但那天迈尔斯回家已经准备怎么和老婆开口了。结果他老婆早就知道了，听他说试驾薪资一天200美元后，直接惊了，200刀你都不答应，你脑子呢？就这样，迈尔斯被迫踏上了开跑车日入斗金的日子。然而福特内部的比比却处处阻挠，他反对迈尔斯参赛，理由很简单，这人说话太冲，形象太差，不适合代表福特这么稳重的品牌。而且说白了，是迈尔斯骂过他，功劳也不想全被谢尔比抢去。最终，迈尔斯被剔除出勒芒名单，谢尔比也无可奈何。数周后，新一节勒芒结束，法拉利又赢了，福特惨败，气得福特二世亲自召集开会，质问谢尔比：“我凭什么不炒你们这帮废物？”谢尔比这次终于有了机会说出真话：公司太大，官僚主义严重，命令下达太慢，信息传递严重变形。他说了一句让福特记一辈子的话：问题不在车，而在车手。说完，福特二世被说动了，决定给谢尔比一个完全自主的权利，赛车项目只由他负责，其他人都靠边站。拿到这块尚方宝剑后，谢尔比第一件事就是把迈尔斯拉回来，并定下死任务：下场戴通纳24小时耐力赛，必须拿冠军才能参加勒芒。戴通纳赛场上，硝烟未起，火药味已浓。谢尔比的车队和比比的人马一同参赛，福特公司为此投入巨资，一心想雪耻。而比比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为自己的车队配备了顶级技师，甚至在赛前发布了一道命令：所有车手不得将转速拉过6000转。可这对于迈尔斯来说，简直就是绑手绑脚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赛车的性能要在极限中释放，6000转只是个热身，他能忍吗？当然不能。但比比正坐在看台上虎视眈眈，一举一动都被监视。谢尔比也憋着一口气，知道不能硬刚，得智取。比赛开始，迈尔斯先是稳扎稳打，在中游徘徊。另一边，比比的车队果然发挥稳定，在检修、换胎、加油等环节配合得天衣无缝，逐渐拉开了距离。到了比赛的后半段，发动机受热过度，就连维持6000转都快成问题。眼看谢尔比这边要输了，他忽然来了个狠的，让人举起7000字样的指示牌，暗示迈尔斯放手干。迈尔斯一看这块熟悉的牌子，立马懂了。他猛踩油门，直拉7000转，仿佛从压抑中瞬间解脱。车子在夜色中如脱缰野马狂飙，仅仅几个弯道，他就开始疯狂超车，领先优势迅速扩大。比比那边的人看着他的单圈时间节节刷新，脸色都变了。24小时的鏖战接近尾声，迈尔斯冲线夺冠，他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勒芒门票。这个结果，没有人再敢质疑他。1966年6月。法国勒芒赛前夜，迈尔斯辗转难眠，他带着手电筒独自走上赛道，熟悉每一个弯道。远远的，他看到谢尔比也来了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心照不宣。赛场是他们共同的信仰。比赛当天，阳光炽烈，观众如潮水般涌入赛场。起跑瞬间，迈尔斯速度惊人，但没跑几百米就出了问题，车门关不上，他只能一手开车一手拉门。第一圈直接被法拉利拉开大半圈距离，维修时间宝贵。车门干脆被工程师一锤焊死。第二圈开始，迈尔斯再次点燃引擎，冲上7000转极限。他疯狂追赶，不断刷新单圈最快纪录，车胎烧得冒烟，弯道上如鬼魅般穿梭。与此同时，赛道事故频发，碰撞、爆胎、失控接连上演，观众的心几乎被提到嗓子眼。入夜后，气温骤降，暴雨突袭，赛道变得更加险峻。而此时的法拉利依然牢牢占据领先。恩佐·法拉利本人早已坐镇指挥台，盯紧每一秒钟的时间差。而福特高层那边，福特二世却不见踪影，他坐着私人直升机去享受美食了。就在这时，比比再次出招，他害怕迈尔斯真的赢了，于是故意打出减速指示，混淆判断，拖慢节奏。迈尔斯凭借丰富经验，心中早有数，他知道不能轻信场边指示，唯有脚下的引擎才是信仰。随着时间推进到清晨，迈尔斯用一记零减速入弯，狠狠压缩了最后一圈的差距。他已经追到法拉利身后，只差临门一脚。然后他反其道而行之，不再贸然超车，而是死死贴住对手的尾巴。这个心理战术奏效了。后拉利车手急了，在直道上强行提速，结果发动机过载，直接爆缸退赛。此刻胜负已无悬念。福特车队包揽前3，迈尔斯遥遥领先第2名，整整1圈。谢尔比在看台上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他知道迈尔斯要圆梦了。然而一向爱搞事的比比又来了，他提出一个史诗级广告创意，让福特3辆车并排冲线，拍出一张震撼人心的合照。这张照片将登上全球媒体头版，标题都想好了：福特3兄弟终结法拉利王朝。福特二世听得直点头，这主意太牛了。
可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迈尔斯得减速，放弃属于他个人的荣耀。谢尔比听完怒不可遏，当即赶走比比，然后找到迈尔斯。你可以选择继续全速冲线，成就史上唯一勒芒3冠王，你也可以减速，换来福特的那张合照。但怎么做，由你自己决定。迈尔斯沉默了，他想起了家人，想起了车队，想起了曾经的理想。他没有说话，而是默默把转速拉到了极限，7000转。引擎像在嘶吼，燃烧的不是汽油，是尊严。他一口气拉开1圈的距离，再次刷新单圈最快纪录，用实力宣告：我才是真正的冠军。可就在最后1圈，他减速了，他让身后的2辆车追上来，并排驶入终点线。现场掌声雷动，福特高层一片欢腾，摄影师疯狂按下快门，广告的传奇画面诞生。但结果出来后，迈尔斯却不是冠军，因为他是最早发车的那辆车，实际总路程比其他2位少。冠军被平局中的布鲁斯·迈凯伦夺走，就是后来创立迈凯伦品牌的那位。谢尔比气得发疯，直奔比比质问，而迈尔斯站在赛道上沉默不语。他赢了，速度赢了，观众却输了奖杯。他看着领奖台上欢呼的人群，脸上没有遗憾，只有淡然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胜利不是金杯银奖，而是那场比赛中拼尽全力的自己。恩佐·法拉利在看台上向他轻轻点头，摘帽致敬。这一刻没有语言，但所有懂赛车的人都明白，迈尔斯赢了。历史比赛结束的那一刻，喧嚣与掌声并没有落在迈尔斯的头上。他站在终点线旁，望着台上高举奖杯的迈凯伦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拼尽全力把车推到极限，用智慧、勇气、意志和汗水打败了法拉利，却最终输给了一支广告创意。福特公司忙着庆功，那些西装革履的人轮番上台，畅谈这场伟大战役的战略胜利。他们根本不在乎是谁真正撑起了这场胜利，他们要的只是品牌曝光和市场份额。而唯个真正懂迈尔斯的人是谢尔比，他看着迈尔斯，眼中满是愧疚，但什么也没说。两人悄悄走出人群，站在赛道边，一言不发。迈尔斯没有责怪，他知道谢尔比早已把选择权交给了他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，对吧？”谢尔比点点头，对。从那天起，他没有重新回到车间，继续改进赛车，筹备下一场比赛。他们想挑战更快的速度，更高的转速，也许是8000，也许是更远的终点。可就在2个月后的一个阳光午后，迈尔斯在测试一辆新款赛车时发生了意外，车子在高速状态下突然失控，冲出跑道，当场爆炸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谢尔比接到消息时，正在查看另一辆赛车的数据。他沉默良久，走到迈尔斯曾经最爱的那台 GT40旁，轻轻伸手摸了摸方向盘。他知道这一次真的没人能替代他了。很多年以后，赛车历史书上依然记录着1966年勒芒的胜利者是迈凯伦。可所有真正了解这场比赛的人都清楚，那个夏天赛道上最耀眼的光芒不是奖杯上的名字，但是一个执着到底的灵魂寇迈尔斯。而恩佐·法拉利，那个让世界仰望的传奇老人，面对这一切只做了一件事，他向迈尔斯所在的位置摘下帽子，低头致意。这是对一位真正赛车手的最高敬意。说到这，我们不得不问一句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胜利？是台上那座冰冷的奖杯，还是那颗在高温中依然拼尽全力绝不妥协的心？谢尔比说的对，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人是幸运的，而迈尔斯就是那个幸运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这段真实而热血的历史打动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对这场巅峰对决的看法。你觉得迈尔斯应该全速冲线，赢得属于他的冠军，还是像电影里那样成就3人同框的历史时刻？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关注我，未来还有更多精彩影视故事等你一起挖掘。我们下期见。